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日系比较具备代表性的两组水乳。之前就有人留言想让我评价一下嘉利宝的最顶级系列真萃水乳，那么就从这个日系精细乳化与完美调香的代表开始吧。整个高阶线在官网上能查到的资料甚少，直接来说结果的确是符合日系最高级别的标准，无论是它的质地、调香还是它的外包装设计都恰到好处。不过它只适合干皮，无论是水还是乳液都有一种吸收不好的错觉，其原因就是使用之后带来的这种持续油润感，所以油皮真的可以放弃。产品本身没有问题，本来日系的高阶顶级线呢就不是给年轻皮肤做准备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皮脂腺可能会慢慢的退化，但是并不代表老化之后的皮肤一定会是干皮，熟龄皮也一样可以是大油皮，只不过我们往往所见到的日本贵妇几乎都是以干皮为代表，所以这些高阶化妆品更多的是为这一群肌肤的人群而服务的。这款真萃精彩露是主打让肌肤水润弹力、充满透明感的抗老化妆水，它的容量是150毫升，售价22000日币，质地上完全的水露状，没有任何的粘稠跟拉丝感，但是它的滋润度呢却非常强，吸收之后呢甚至有一些微黏，可以从视觉上也能够看得出来是有油润感的。所以它其实不符合我喜欢化妆水保湿沁润但却不可以油腻的标准。而且 Towany 的睡莲其实是有分号码的，化妆水1号是代表油皮可用，但是这个真萃这么高级的系列竟然没有分号，我觉得也算是集团的一个疏漏。真萃乳呢是这种按压的设计，质地上从肉眼就可以看出这种极致的细腻感，吸收之后呢同样也是润感明显且微黏，视觉上也是可以看见明显的油润感的。因为我的手呢某种意义上就是干皮，所以吸收完之后就是那种通透白皙的光泽感，而我的面部肌肤呢是明显的大油皮，所以油皮依旧不会喜欢这样的质地。混干以上的皮肤应该能明显感受到这种日系顶级水乳的魅力，柔润的同时包裹着相当馥郁的调香，不是清新，而是那种极度富贵缠绕的浓郁花香。相比于同集团Towany睡莲那种依旧高贵但却清冷的调香，嘉利宝真萃呢更有一种艳压群芳的感觉。成分上用了嘉利宝的很多专利，比如左卡尼汀氯化物，又叫做左旋肉碱盐酸盐，是一种氨基酸的衍生物，可以促进细胞内脂质的合成，有强化屏障的作用，是预防并改善皮肤粗糙的一种活性成分。结合同样抗炎修复屏障的甘草酸2钾以及一大堆日系爱用的复合植物精粹。不过它的败笔就是这个瓶身是塑料的，我真的想说顶级线一定要用玻璃瓶身，这几年连一向给人高贵质感的 Pola 都把黑 BA 换成了塑料，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做工再好的塑料，高级感也是会打折的。连雅诗兰黛过了这么多年都知道把曾经的小棕瓶换回玻璃瓶。回到产品本身，如果你想追求高阶日系水乳，而你又是一个混干皮以上的肌肤，是可以买这套来尝试的。通常日系保养品的诉求呢就是调养，慢慢养护你本身就健康的皮肤，让它散发更加的璀璨跟透明感。为什么我要强调健康皮肤呢？因为前段时间我屏障受损，依旧用的是这款水乳，除了不太适合油皮的质地以外，我没有看到很强的修复性，所以这些贵妇产品更加适合的是健康的皮肤。为了避免浪费这么高级的产品线，我也有试过全部使用化妆棉来涂抹，这样会减轻它的油润度，类似于奥尔滨的渗透乳的用法。即便将化妆水做成化妆水面膜，也依旧没让我觉得油皮可用。完全吸收之后，皮肤看起来非常的饱满，但是这种微黏感依旧存在。所以再次强调，它很好，但是油皮不适合。干皮与混干皮的小伙伴在看过我今天的介绍之后呢，也建议靠柜去试一下，因为我身边就有明明是干皮，但是却不喜欢护肤品过于滋润的朋友。接下来要说的是日系黑红水乳的代表 IFSA 流金水加自律循环液。作为曾经的老网红，其实我一直对 IFSA 的印象不是特别好，除了他们家日本专柜服务非常差之外呢，曾经是个人都喜欢推他们家流金水，仿佛他们家的水是万能的，但是真的有那么好用吗？答案就是还真的不错，可见服务和过分的营销对品牌的影响是很大的。流金是主打保湿维稳的平衡水，而它的设计呢又是这种流畅的未来感，
作为资生堂独立的高级线品牌 ，IPSA 倒是没有藏着掖着，官网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它为什么好。首先，这瓶水的保湿体系做得特别好，像双丙甘醇、浓甘油的这些保湿剂就不用多说了，用到了资生堂的专利，可以在皮肤表面形成锁住滋润成分的人工水层 Aqua Placenta。保水的同时，还可以促进皮肤新陈代谢、细致纹理。资生堂最喜欢加的传明酸美白以及甘草酸二钾抗炎抗敏流金水也全部都有。接下来呢，又是2个专利，清水清脂可以双倍保湿，还有抗衰功效的乙酰化透明质酸钠。其实某国内大集团呢也是拥有这个专利的，只是资生堂很早就开始用了。维 C 唯一的混合衍生物，磷酸抗坏血酸酯、真玉酚酯钾、美白抗氧化互相加成，各种植萃的添加，随便一个呢也是可圈可点。比如消除自由基的芍药根，增加屏障，促进透明质酸生成，还能控油调节皮脂的甘油质液，预防红血丝的野蔷薇，抗氧化的甜茶。这瓶200毫升售价4400日币的化妆水，真的囊括了很多东西，加上它无油无酒精的设定，真的大部分人都可以用。说了它这么多的好处，当然我对化妆水的肤感还是蛮挑剔的。作为大油皮，流金水除了夏天以外，用起来都非常的舒适，有滋润度且不油腻，但绝对谈不上清爽，我可以给它80分。其透明的瓶身也可以看得出来，它的水质是没有厚重感的。我觉得混合皮可以直接冲。流金水也适用于传统日系化妆水的湿敷法，用化妆水或者纸膜在每天护肤步骤前湿敷3分钟即可，你的皮肤会看到肉眼可见的通透感。与流金水搭配的自律循环液和奥尔滨的渗透乳一样，种类繁多，很多人会觉得选择困难，最直接的方法呢就是靠柜，由专业的仪器来帮你挑选。如果你和我一样嫌麻烦呢，也可以直接上日文官网，网站每一个产品都有对应的中文页面，其实还是蛮方便的，毕竟是日文直译去翻，所以更加的清晰。另外一个推荐日文官网的原因呢，是日本有很多中国没有上的产品，比如说这个黑金乳，其实在日本呢就有4个选择。繁多的产品呢也会让我们头疼它的使用顺序，而 IPSA 在这一点呢就做得非常具备先端意义。在网站上选取你感兴趣的单品呢，它会自动生成一个使用顺序。现在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社恐，并不想跟柜姐大聊特聊，所以 IPSA 的网站算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典型例子。以我的年纪肯定是选择黑金乳，然后我作为油皮呢选择1号。宛如太空舱的这种设计呢，稳稳地抓住了年轻人的喜好。从刚才的流金水也可以看出 IPSA 竟然是一个成分牌，50毫升售价11000日币，自然比流金水的好料加的更多。黑金乳用到了资生堂的当家美白专利 4MSK， 和流金水一起呢就组成了哈库的美白体系，添加了氨基酸复合精华，可以保湿的同时促进胶原新生。黄芪根的萃取呢可以抗敏、抗炎、抗色沉。唯一的衍生物生育酚乙酸酯呢可以细致纹理。资生堂的缓释技术让视黄醇乙酸酯也非常的温和。柴胡的提取物呢是资生堂的高阶抗老成分，不仅可以抗衰、保护胶原，还可以明亮肤色。几乎资生堂的高级线 CPP The Ginza 都有用到了这个成分。上个视频提到了资生堂在毛细血管3D 化方面的研究，发现异常毛细血管是会促进黑色素的生成的。资生堂采用红花鹿蹄草的成分呢，可以抑制这种血管的异常现象。一直都觉得日本年轻人只喜欢造型好看、拍照适合发 ins 的护肤品，而 IPSA 改变了我这个想法。这要感谢资生堂，因为它将美学艺术和研发很好的融合在一起。虽然资生堂一向给人非常前沿且具备高级感的这么一个集团，但实际上资生堂在肤感上在日系里头并不是最出色的。作为给油皮用的黑金1号乳，它的质地其实算不上清爽，看似是这种凝露的质地，但其实它也和流金水一样，有滋润度，不油腻，但是不清爽。吸收之后呢，会留下没有浸透感的滑润。我个人最喜欢的资生堂单品呢是时光琉璃的黑色精华以及流金绿色的面霜，因为这2个质地呢是真正做到那种沁润感的。我想大集团都是很用心在做产品的，只是在购买产品之前，你真的要了解它适不适合。我接触到的乳液其实有很多甚至于比面霜还要油润，所以不要框死在水乳的这个标准里。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并不是那么喜欢，
分，很有可能中途就会放弃掉。为什么要做今天的这个水乳单元呢？是因为像这样的产品，它成分好，理念好，其实它肯定是能够有效果的。但是我有发现，现在大家对护肤品的标准已经不仅仅是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有效，更要在有效的同时，使用感也要愉悦，这也是日系的一个标准。那么在之前做一点点功课，了解是不是能够接受它的质感，会更加有利于它真正发挥出功效。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就请点赞并继续关注吧。感谢你的收看。